家人们，开局直接炸，上一秒他还被最信任的人背叛，夺走异能，扔进丧尸堆里惨死。下一秒他猛地惊醒，竟然重生回到了末世爆发前10分钟。他叫林婉，上一世心软又善良，把男友和闺蜜当成亲人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利用和背叛。这一世他眼底只剩冰冷和狠绝。手机响起，是那个渣男打来的电话，想骗他出门控制他的异能。林婉看都没看，直接挂断拉黑。就在这一刻，属于他的空间异能彻底觉醒，手掌泛起淡淡的蓝光，一个能装下无数物资的安全空间终于回到他手里。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刻冲向门口，要去救这世上唯一真心对他的亲人。可他刚拉开窗帘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街道上已经开始混乱，第一个丧尸出现，恐慌正在蔓延，末世真的来了。而就在这时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透过猫眼一看，渣男竟然已经站在了他家门外，脸上挂着虚伪又可怕的笑。林婉握紧拳头，眼神冷到极致。这一世谁也别想再伤害他，他敢送上门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家人们，上一集我们说到，末世刚刚爆发，渣男竟然直接堵在了林婉家门口，手里还拿着那瓶曾经迷晕过他的水，脸上的笑容要多虚伪有多虚伪。这一世重生，林婉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他透过猫眼冷冷看着门外的人，心脏却在冷静地飞速思考。他知道门外这个人早已被欲望吞噬，为了物资和异能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能开门，一旦开门就会落入他的圈套。林婉悄然后退，屏住呼吸，假装家里没有人。他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和渣男纠缠，而是赶去救唯一对他好的亲人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的渣男开始用力敲门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不耐烦。更可怕的是，楼道里已经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危险正在两头夹击。林婉当机立断，快步走到窗边，观察楼下的路线。他必须在丧尸包围整栋楼之前，从安全路线离开。前世他就是因为犹豫不决，才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。这一世，他有预知未来的优势，每一步都要走在危险前面。他快速检查了一遍空间异能，确认随时可以使用，又拿起家里最坚固的棒球棍作为第一把防身武器。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楼道里的丧尸嘶吼声已经近在咫尺。渣男终于开始慌乱，他也害怕了。而林婉眼神冰冷，已经做好了随时冲出去的准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末世生存，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。谁也别想再阻挡他活下去，更别想阻挡他复仇。下一集，林婉将第一次正面迎战丧尸，强势杀出重围。林婉背对着房门，一边是门外虚伪的渣男，一边是逼近的丧尸，两头夹击，堪称死局。但重生后的林婉从来不会坐以待毙，他握紧手里的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异能微微闪烁，做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。门外的渣男已经彻底慌了，丧尸的嘶吼声就在耳边，他再也装不出虚伪的笑容，疯狂拍门求饶，甚至想强行破门而入。林婉眼神冰冷，没有丝毫动容。上一世他怎么对自己的，这一世他就怎么还回去。他悄悄挪动脚步，走到门后，屏住呼吸，等待最佳时机。就在渣男用力撞门的瞬间，林婉猛地拉开房门，侧身躲开。渣男重心不稳，直接摔进房间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林婉已经举起棒球棍，狠狠砸在他的后背。你敢打我！渣男疼得嘶吼，转头看向林婉，眼神里满是凶狠和不敢置信。林婉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语气没有一丝温度。上一世你欠我的，今天先还一点。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的丧尸已经冲到了门口，张着血盆大口朝渣男扑来。渣男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想躲开，却被丧尸缠住了衣角。他疯狂向林婉求救，可林婉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，这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林婉不再犹豫，转身就往楼下跑，利用预知未来的优势，避开了楼道里的其他丧尸。一路上，他看到了太多绝望的画面，有人被丧尸追逐，有人哭喊着求救，还有人因为害怕，牵手关上了房门，拒绝帮助同胞。林婉的心没有丝毫动摇，末世生存，心软就是致命的弱点。他握紧棒球棍，凭借着灵活的身手，一路杀出楼道，冲到了楼下。可就在他准备前往爷爷家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不远处的路口，
一只和其他丧尸不一样的变异丧尸正死死盯着他，他的速度更快，身形更庞大，眼神里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红光。林婉瞬间绷紧了神经，握紧了手里的棒球棍。这只变异丧尸前世可是让他吃了大亏，这一世他能顺利躲吗？下一集看林婉正面硬刚变异丧尸，解锁异能新用法。上一集结尾惊险万分，林婉刚冲出楼道，却被一只变异丧尸死死盯上。这只丧尸速度远超普通同类，身形庞大，眼底诡异的红光刺目，前世曾让他数次陷入绝境。面对致命威胁，林婉没有丝毫退缩，他握紧棒球棍，全身紧绷，掌心的空间异能瞬间亮起，光芒比此前更闪。这一世有众生优势加持，还有空间异能傍身，他绝不会再像前世那样狼狈逃窜。变异丧尸发出一声嘶哑嘶吼，迈开大步朝林婉扑来，利爪裹挟着刺骨寒风，转瞬就到眼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婉猛地侧身闪避，同时抬手将棒球棍狠狠砸向变异丧尸的头部。砰的一声闷响，攻击正中目标，可变异丧尸仅顿了一瞬，竟毫发无伤。林婉心头一紧，瞬间明白普通攻击根本无法伤他分毫。他立刻集中精神，催动空间异能，棒球棍竟被瞬间收进空间，这是他第一次成功解锁异能的新用法。紧接着心念一动，棒球棍又瞬间出现在掌心，快如闪电。这份意外的收获让林婉眼神一亮，也多了几分胜算。他借着灵活的身手，不断躲避变异丧尸的狂攻，同时死死锁定他的周身，寻找致命弱点。前世的记忆涌上心头，这类变异丧尸的死穴就在胸口那处暗红色印记。林婉眼神一锐，故意放慢脚步，引诱变异丧尸再次扑来。就在丧尸逼近的刹那，他纵身一跃，避开利爪的同时，将全身力气灌注于棒球棍上，精准瞄准那处暗红色印记，狠狠砸下。一击击中要害，变异丧尸发出一声凄厉嘶吼，身体剧烈抽搐几下，重重倒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动静。林婉落地站稳，长长舒出一口气，手心早已布满冷汗，眼神却愈发坚定。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击败变异丧尸，也是他末世生存路上的一大突破。没有丝毫停留，林婉收起棒球棍，朝着爷爷家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尽快赶到爷爷身边，护他周全。可就在即将抵达爷爷家小区门口时，他猛地停下了脚步。小区门口被丧尸团团围住，几个陌生幸存者被困在中间，苦苦挣扎求救。更让他心头一沉的是，其中一个幸存者眉眼神态竟和前世背叛她的闺蜜一模一样。林婉眼神瞬间冰冷，周身气息愈发凛冽，救还是不救？下一集看林婉做出抉择，撕开伪善者的面具。林婉停在爷爷家小区门口，看着被丧尸团团围住的几名幸存者，眼神冰冷。她一眼就认出人群中那个哭哭啼啼的女生，正是前世和渣男联手背叛她的闺蜜白柔。前世的惨痛记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林婉攥紧棒球棍，没有丝毫要出手相救的意思。末世生存，心软就是给自己掘墓。就在这时，白柔也发现了不远处的林婉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林婉，救我！”她的喊声瞬间吸引了周围丧尸的注意，十几只丧尸嘶吼着，调转方向朝林婉围了过来。林婉眼神一寒，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掌心蓝光暴涨，抬手就用棒球棍狠狠砸向冲在最前面的丧尸。三两下清理完近身的丧尸，林婉没有丝毫停留，转身就冲进了小区，完全不理会身后白柔的哭喊和求救。他凭借前世的记忆，避开了楼道里游荡的丧尸，脚步飞快地朝着爷爷家所在的楼层冲去。很快他就冲到了爷爷家门口，抬手快速敲响了房门，全身依旧保持着戒备状态。房门很快打开，看到开门的爷爷安然无恙，林婉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一瞬。他来不及多解释，只快速说了一句：“末世来了，丧尸遍地，跟我走。”就立刻拉着爷爷收拾必备的药品和衣物。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了密集的丧尸嘶吼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显然是被刚才的动静吸引了过来。林婉立刻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握紧手里的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异能再次亮起，做好了战斗突围的准备。
可当他看向门口时，却发现楼道的前后两端都已经被丧尸毒死，祖孙二人彻底陷入了重围。下一集，看林婉如何带着爷爷绝境突围，开启疯狂囤货模式。林婉和爷爷被丧尸堵在楼道两端，陷入绝境，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危机一触即发。林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握紧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异能持续亮起，目光快速扫过楼道，寻找突围缺口。他凭借前世的记忆，想起爷爷家隔壁的住户早已搬走，房门常年虚掩，或许能从那里暂时躲避。来不及多想，林婉立刻拉着爷爷，压低身子，借着楼道的阴影，快速冲向隔壁房门。幸运的是，房门果然没锁，他猛地拉开房门，带着爷爷闪身进去，再快速关上房门反锁，直到听不到丧尸的嘶吼声靠近，祖孙二人才稍稍松了口气。爷爷脸色苍白，紧紧攥着林婉的手。林婉拍了拍爷爷的手背，轻声安抚，目光却快速打量着这个空房间，寻找可用的物资。他在柜子里找到了几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，立刻收进空间。这是末世里最珍贵的生存保障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零星的枪声。林婉走到窗边，轻轻拉开窗帘一角，向外望去。他看到远处的街道上有几名装备齐全的人在清理丧尸，看装扮不像是普通幸存者。林婉眼神一凝，立刻拉上窗帘。他知道末世里陌生人远比丧尸更危险，不能轻易暴露行踪。他转身对爷爷说：“这里不能久留，我们先休整片刻，等丧尸散去，就去楼下超市收集物资。”爷爷点了点头，林婉则靠在门边，全程保持戒备，掌心的空间异能没有丝毫减弱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被他抛弃在小区门口的白柔，竟然也侥幸逃了出来，正朝着楼道的方向走来。林婉和爷爷被丧尸堵在楼道两端，陷入绝境，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危机一触即发。林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握紧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异能持续亮起，目光快速扫过楼道，寻找突围缺口。他凭借前世的记忆，想起爷爷家隔壁的住户早已搬走，房门常年虚掩，或许能从那里暂时躲避。来不及多想，林婉立刻拉着爷爷，压低身子，借着楼道的阴影，快速冲向隔壁房门。幸运的是，房门果然没锁。他猛地拉开房门，带着爷爷闪身进去，再快速关上房门反锁，直到听不到丧尸的嘶吼声靠近，祖孙二人才稍稍松了口气。爷爷脸色苍白，紧紧攥着林婉的手。林婉拍了拍爷爷的手背，轻声安抚，目光却快速打量着这个空房间，寻找可用的物资。他在柜子里找到了几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，立刻收进空间。这是末世里最珍贵的生存保障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零星的枪声。林婉走到窗边，轻轻拉开窗帘一角，向外望去。他看到远处的街道上有几名装备齐全的人在清理丧尸，看装扮不像是普通幸存者。林婉眼神一凝，立刻拉上窗帘。他知道末世里陌生人远比丧尸更危险，不能轻易暴露行踪。他转身对爷爷说：“这里不能久留，我们先休整片刻，等丧尸散去，就去楼下超市收集物资。”爷爷点了点头，林婉则靠在门边，全程保持戒备，掌心的空间异能没有丝毫减弱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被他抛弃在小区门口的白柔，竟然也侥幸逃了出来，正朝着楼道的方向走来。上一集结尾，被林婉抛弃在小区门口的白柔，竟侥幸逃出升天，循着动静，一步步朝着林婉藏身的楼层走来。很快，敲门声响起，门外传来白柔带着哭腔的哀求，一声声喊着林婉的名字，装出一副可怜无助的样子。林婉眼神瞬间冷下来，她太清楚白柔的真面目了。
前世就是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骗了他整整一辈子。默认文本，他没有开门，只是隔着门板，冷冷戳穿了白柔之前故意大喊引丧尸围堵他的恶行，没有丝毫留情。门外的白柔瞬间慌了，哭声戛然而止，随即又开始撒泼卖惨，说自己只是太害怕了，求林婉给他一条活路。林婉完全不为所动，靠在门边，握紧棒球棍，警告他再不离开，就直接把他的位置引给周围的丧尸。白柔彻底怕了，不敢再纠缠，只能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，眼底却藏着浓浓的怨恨。确认白柔走远，楼道里的丧尸也渐渐散去，林婉才转身，带着爷爷做好了下楼的准备。他握紧爷爷的手，轻声叮嘱：“跟紧我，别出声。”随后拉开房门，警惕地朝着楼下走去。祖孙二人一路避开零星游荡的丧尸，顺利抵达了小区门口的超市。这里是末世初期最核心的物资点。林婉先快速清理了超市门口的2只丧尸，确认里面暂时没有危险，才带着爷爷闪身进入超市，反手锁上了卷帘门。看着满满一超市的食物、水和药品，林婉眼神一亮，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开始疯狂往空间里收物资，矿泉水、压缩饼干、罐头、常用药品，只要是生存必备的东西，都被他一股脑收进了无限空间里。可就在他收得正起劲的时候，超市仓库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还有丧尸低沉的嘶吼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正在超市疯狂囤货，仓库方向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还有丧尸低沉的嘶吼，危机瞬间逼近。林婉立刻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握紧棒球棍，掌心空间异能蓝光暴涨，全身紧绷，死死盯着仓库的方向。下一秒，仓库卷帘门猛地被撞开，一只速度极快的变异丧尸冲了出来，身形比普通丧尸更矫健，双眼泛着诡异的绿光。这是前世让无数幸存者闻风丧胆的速度型变异丧尸，奔跑起来快如闪电，普通攻击根本很难击中它。变异丧尸嘶吼一声，瞬间朝着祖孙二人飞来，利爪划破空气，转瞬就到了林婉眼前。林婉眼神一凝，没有丝毫慌乱，借着货架的掩护侧身躲开，同时催动空间异能，将货架上的罐头狠狠砸向丧尸的头部。罐头精准砸中丧尸，可他只是晃了晃脑袋，调转方向，再次朝着毫无反抗能力的爷爷扑了过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婉纵身跃起，将全身力气灌注到棒球棍上，瞄准丧尸的后脑，狠狠砸了下去。这一击正中要害，变异丧尸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解决掉丧尸，林婉不敢耽搁，立刻加快速度，将超市里剩下的所有生存物资全部收进了空间里。满满一超市的物资被他的无限空间一扫而空，水、食物、药品、工具应有尽有，彻底解决了生存的后顾之忧。就在他带着爷爷准备离开超市的时候，却突然听到卷帘门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人说话的声音。林婉立刻拉着爷爷躲到货架后面，透过门缝向外望去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门外站着的正是之前被他赶走的白柔，身边还跟着几个手持武器的陌生男人，正准备撬开卷帘门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刚清空超市囤完货，就发现白柔带着几个手持武器的男人正在撬超市的卷帘门，来者不善。林婉屏住呼吸，透过门缝听着外面的对话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白柔不仅是来报复，更是把他有空间异能的消息说了出去，想借别人的手抢他的物资和异能。林婉眼底的含义更深，前世的背叛之仇，这一世的围堵之恨，新账旧账刚好可以一起算。身边的爷爷脸色发白，微微攥紧了他的手。林婉立刻回握住他，轻声安抚他躲在货架后不要出声，一切有他。
就在这时，哐当一声巨响，卷帘门被彻底撬开，白柔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一窝蜂冲进了超市。看着空空如也的货架，男人们瞬间暴怒，白柔立刻煽风点火，大喊着物资全被林婉藏起来了，只要抓住他就能拿到无限物资。话音未落，林婉握着棒球棍从货架后缓缓走了出来，周身气息冰冷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。几个男人看到林婉，脸上立刻露出贪婪的笑容，呈包围之势围了上来，完全没把这个女生放在眼里。林婉没有丝毫废话，率先出手，催动空间异能，身形快如闪电，一棍就放倒了冲在最前面的男人。剩下的人瞬间慌了神，一拥而上。林婉借着货架的掩护，配合空间异能的灵活用法，3、2下就把所有人全部放倒。看着满地哀嚎的同伙，白柔吓得腿一软，直接瘫在地上，瞬间换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连连向林婉磕头求饶。林婉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刺骨冰冷。就在他准备彻底了结这段恩怨的时候，超市外突然传来了密集的丧尸嘶吼声，还有震耳的汽车引擎轰鸣声。林婉脸色一变，立刻冲到窗边向外望去，只见超市外已经被丧尸团团围住，一辆越野车撞开小区大门，正朝着超市的方向飞速冲来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刚解决完白柔一行人，超市就被丧尸团围住，一辆越野车冲破小区大门，朝着超市飞速冲来。林婉瞬间绷紧神经，握紧棒球棍，死死盯着门口。他很清楚，末世里任何陌生人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。越野车猛地停在超市门口，车上跳下来几个穿统一制服、手持枪械的男人，动作利落，几下就清理了门口的丧尸。为首的男人抬手敲了敲卷帘门，自曝身份是官方搜救队，专门来转移幸存群众，语气沉稳，听不出恶意。林婉没有立刻相信，透过门缝仔细观察，确认他们的装备和行动规范，确实是正规搜救队，不是之前的地痞流氓。他快速转身回到货架后，找到躲着的爷爷，快速说明情况，决定跟着搜救队离开，这里已经被丧尸包围，绝不能久留。林婉打开卷帘门，带着爷爷走了出来，搜救队员立刻上前接应，护着祖孙2人往越野车的方向走。可就在他们即将上车的时候，之前瘫在地上的白柔突然疯了一样冲出来，对着搜救队大喊：“林婉有空间异能，藏着无数物资。”这句话瞬间让所有搜救队员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林婉身上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和贪婪，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林婉眼神一寒，反手给了白柔一巴掌，直接把他扇倒在地，警告他再乱说话就把他直接丢去喂丧尸。为首的队长立刻出声制止，让队员们收起目光，依旧按原计划整理。可林婉能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。他或者爷爷上了越野车后座，全程握紧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亦能随时准备启动，没有丝毫放松警惕。越野车发动，冲破丧尸的包围，朝着城外的方向驶去。林婉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废墟城市，眼神愈发坚定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辆车的目的地根本不是官方安全基地，一场针对他空间异能的更大阴谋正在前方等着他和爷爷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带着爷爷上了搜救队的越野车，却不知道一场针对他空间异能的阴谋早已悄然布下。车辆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林婉看着窗外越来越偏僻的山岭，瞬间意识到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去官方安全基地的路线。他立刻收回目光，神色不变，悄悄握紧了藏在身侧的棒球棍，掌心的空间异能随时准备启动。前排的队长察觉到他的警惕，也不再伪装，直接摊牌，让林婉主动交出空间异能的秘密，否则就对他和爷爷不客气。话音刚落，车
车上的其他队员立刻调转方向，将林冉和爷爷团团围在后座，眼神里满是贪婪。爷爷脸色发白，紧紧攥住林冉的手。林冉立刻回握，轻声安抚他别怕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他没有丝毫妥协，率先出手，催动空间一能，将手里的棒球棍瞬间瞬移，狠狠砸中了离他最近的队员。队长见状，立刻掏枪瞄准，可还没等他扣动扳机，手枪就瞬间消失，出现在了林冉的手里。车内瞬间陷入混战，林冉借着狭小的空间，配合空间异能的瞬移优势，3两下就把所有队员全部放倒。他用枪抵住队长的脑袋，逼他立刻停车。车辆刚停稳，他就拉着爷爷推开车门，快速冲了出去。反应过来的队长带着剩下的人下车追赶。林冉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将罐头、矿泉水狠狠砸向追兵，暂时挡住了他们的脚步。他没有丝毫停留，拉着爷爷一同扎进了旁边的深山老林里，借着茂密的树木掩护，快速闪开追兵。队长带着人追到山林口，看着幽深黑暗的树林，不敢贸然进去，只能在原地气急败坏地咒骂。林冉带着爷爷暂时闪开了追兵，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山林深处就传来了一阵诡异又刺耳的嘶吼声。新的危机已然逼近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冉带着爷爷躲进深山，甩开追兵，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山林深处就传来诡异刺耳的嘶吼。新的危机瞬间笼罩了祖孙二人。林冉立刻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握紧棒球棍，全身紧绷，警惕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掌心的空间异能蓝光缓缓亮起，下一秒，树丛猛地晃动，几只身形扭曲的变异丧尸冲了出来。他们比普通丧尸更难见，四肢着地，像野兽一样朝着二人扑来。这是末世里最危险的山林变异丧尸，常年在野外捕猎，速度和攻击性都比城市里的丧尸强上数倍。林冉不敢大意，拉着爷爷连连后退，同时催动空间异能，将之前收进空间的重物狠狠砸向冲在最前面的变异丧尸。重物精准砸中丧尸，可他只是晃了晃，依旧疯狂地往前冲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林冉眼神一凝，不再后退，纵身跃起，借着树干的借力，将全身力气灌注到棒球棍上，狠狠砸向丧尸的头颅。一棍下去，丧尸直接被砸倒在地，没了动静。可身后更多的变异丧尸已经从树丛里跑出来，将二人团团围住。更糟糕的是，山林入口的方向传来了搜救队的呼喊声。队长带着人顺着踪迹追了过来，前后夹击，祖孙二人再次陷入死局。爷爷紧紧攥着林冉的胳膊，声音发颤地说：“别管我，你先跑。”林冉却摇了摇头，眼神无比坚定。他快速扫视四周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处狭窄的山缝，只能容一人通过，是绝佳的防守位置。林冉立刻拉着爷爷朝着山缝的方向冲去，借着空间异能的掩护，硬生生在丧尸群里撕开了一道口子。祖孙二人顺利冲进山缝，林冉立刻用空间里的石头堵住了入口，暂时挡住了丧尸和追兵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。可当他转身看向山缝深处的时候，却瞬间僵住了。山缝的尽头竟然藏着一个废弃的地下避难所，而里面就有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他们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冉带着爷爷躲进山缝暂避危机，转身却发现山缝尽头藏着废弃地下避难所，无数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。林冉瞬间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握紧棒球棍，空间异能蓝光暴涨，全身紧绷进入战斗状态，做好了应对一切危险的准备。下一秒，避难所里的灯被打开，昏暗的灯光下，10几个手持武器的幸存者站在里面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戒备。为首的是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拦住了想要后退的林冉，质问他们的来历，语气里满是敌意。林冉没有丝毫慌乱，
冷静说明情况，只是为了躲避外面的丧尸和追兵，不会给他们大量麻烦，只需要短暂休整。男人打量了林婉和年迈的爷爷许久，最终侧身让开了路，允许他们暂时留在避难所，却安排了人全程盯着他们。林婉带着爷爷找了个角落坐下，爷爷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，低声让他多加小心，这里的人看着都不简单。林婉点了点头，全程没有放松警惕，一边安抚爷爷，一边快速打量着这个避难所，观察着里面的人和环境。他发现这个避难所物资充足，甚至还有简易的防御工事，显然在这里生存了很久，绝不是普通的幸存者小队。就在这时，避难所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和丧尸的嘶吼声，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震动，显然是外面的搜救队和丧尸群撞在了一起。避难所里的幸存者瞬间乱作一团，为首的男人立刻带人守住入口，脸色无比难看，生怕丧尸和追兵发现这里的藏身地。剧烈的撞击声不断传来，山缝入口的石头被撞得摇摇欲坠，避难所的位置随时都可能暴露。林婉立刻起身，拉着爷爷做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，掌心的空间亦能随时准备启动，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。可他没注意到，为首的男人正死死盯着他掌心闪烁的蓝光，眼神里瞬间充满了贪婪。一场新的危机已然在暗处悄然酝酿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刚做好突围准备，却没发现避难所首领已经盯上了他掌心的异能蓝光，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已然在暗处布下。首领悄悄吩咐手下，等外面的危机平息，就立刻拿下林婉，逼他交出空间异能的秘密，独吞他手里的所有物资。就在这时，剧烈的撞击声突然响起，山缝入口的石头被彻底撞碎，外面的丧尸和搜救队一窝蜂冲进了避难所，狭小的避难所瞬间陷入大乱，幸存者和丧尸混战在一起，枪声、嘶吼声、哭喊声交织在一起，乱作一团。搜救队队长一眼就锁定了人群里的林婉，立刻大喊着让手下围上去，势必要抓住他，抢到空间异能。林婉瞬间陷入绝境，身前是虎视眈眈的搜救队，身后是疯狂扑来的丧尸，旁边还有包藏祸心的避难所首领。爷爷紧紧攥住林婉的手，浑身发抖。林婉立刻回握，眼神无比坚定，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避难所首领竟突然反手，带着手下围住了他，当场和搜救队达成交易，联手瓜分他的异能和物资。两边人马瞬间合围，彻底封死了林婉所有的退路。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贪婪和恶意。林婉没有丝毫慌乱，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拿出汽油顶，熊熊烈火瞬间挡住了追兵的脚步。他拉着爷爷，借着混乱的掩护，朝着避难所深处的通风管道冲去。这是他提前观察好的唯一退路。首领和队长发现后，立刻带人追赶。林婉一边跑，一边用空间里的重物砸向身后，彻底堵死了追赶的通道。祖孙二人顺利钻进通风管道，顺着管道一路攀爬，最终甩开了追兵，从山林另一头的出口爬了出来。可就在他们以为暂时安全，准备休整的时候，却赫然发现眼前的山林里到处都是变异丧尸的巢穴，他们竟误打误撞闯进了丧尸的核心领地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带着爷爷甩开追兵，却误打误撞闯进了变异丧尸的核心领地，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巢穴。林婉瞬间屏住呼吸，立刻拉着爷爷缓缓后退，脚步放得极轻，生怕惊动巢穴里的变异丧尸。可还是晚了一步，几只巡逻的变异丧尸发现了他们，立刻发出刺耳的嘶吼，瞬间引来了周围巢穴里的同伴。林婉立刻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掌心的空间亦能亮起大蓝色的微光，目光快速扫过四周，寻找安全的退路。可短短几秒内，四面八方都有变异丧尸围了过来，唯一能暂时躲避的地方
只有旁边一处幽深的山洞。爷爷紧紧攥着他的手，声音发颤的让他别管自己，先找机会跑出去。林婉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他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将周围的树干和巨石移到两侧，暂时挡住了左右两边围过来的丧尸，硬生生撕开了一道通往山洞的缺口。林婉紧紧拉着爷爷，脚步飞快地朝着山洞冲去，身后的变异丧尸嘶吼着，紧随其后追了上来。祖孙二人顺利冲进山洞，林婉立刻用空间里的巨石堵住了洞口，暂时挡住了追赶的丧尸群。直到听不到丧尸撞门的动静，林婉才稍稍松了口气，转身仔细检查爷爷有没有受伤。他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微光，快速打量着这个山洞，发现里面空间很深，还留有人类生活过的痕迹。林婉护着爷爷一步步往山洞深处走去，沿途发现了不少废弃的物资箱，还有简易的防御工事。他瞬间绷紧了神经，意识到这里之前一定有幸存者长期居住，警惕性瞬间拉满，握紧了手里的棒球棍。就在他们走到山洞最深处时，赫然发现了一道紧锁的铁门，而铁门的另一边清晰地传来了人类的呼吸声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带着爷爷走到山洞最深处，赫然发现一道紧锁的铁门，铁门另一边清晰传来了人类的呼吸声。林婉立刻将爷爷护在身后，握紧棒球棍，对着铁门喊话，询问里面的人身份，语气保持警惕却无恶意。铁门后安静了几秒，传来一个老人颤抖的回应，确认外面没有危险后，铁门才被缓缓拉开。门后是几个面色憔悴的幸存者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看到林婉和爷爷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不安。林婉简单说明情况，只是为了躲避外面的丧尸，不会伤害他们，只需要暂时休整。为首的老人打量了他们许久，看着年迈的爷爷，最终放下了戒备，侧身让他们进了临时的避难处。林婉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里的物资极度匮乏，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。爷爷看着于心不忍，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。林婉犹豫了一瞬，还是从空间里拿出了少量矿泉水和压缩饼干，递给了为首的老人。幸存者们瞬间红了眼眶，连连向林婉道谢，眼里满是感激。可就在这时，山洞入口的方向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，还有丧尸刺耳的嘶吼声，一声一声近。原来外面的变异丧尸群已经冲破了洞口的石头防线，正朝着山洞深处冲来。狭小的空间里瞬间陷入慌乱，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。林婉立刻让所有人躲到铁门后的角落，自己守在了最前面。他快速催动空间异能，搬来周围的巨石，层层叠叠堵在通道里，暂时挡住了丧尸前进的脚步。可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巨石很快就被撞得摇摇欲坠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身后的铁门竟突然被人从里面反锁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独自挡在通道前阻拦丧尸，却没想到身后的铁门竟被他出手相助的幸存者从里面反锁了。林婉瞬间僵住，随即明白自己遭遇了背叛。铁门后传来爷爷焦急的拍门声，还有幸存者们慌乱的低语。就在这时，前方通道里的巨石被丧尸彻底撞碎，密密麻麻的变异丧尸嘶吼着朝着他冲了过来。前有丧尸围堵，后无退路，林婉却没有丝毫慌乱，目光快速扫过四周，发现通道侧边有一处狭窄的通风口。他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搬来周围的巨石层层堆叠，再次暂时挡住了丧尸前进的脚步，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林婉侧身钻进通风口，顺着管道快速向前攀爬。他记得这个通风口刚好能绕到铁门后的避难处。此时的避难处里，幸存者们以为林婉必死无疑，正疯抢着他之前拿出的物资，眼里满是贪婪。为首的老人冷着脸说，绝不能让外人暴露他们的藏身地。林婉的死是他自己多管闲事的下场。话音刚落，通风口的格栅被猛推开，林婉
婉从里面跳了出来，站在所有人身后，眼神冰冷刺骨。幸存者们瞬间僵住了，脸上的贪婪瞬间变成了惊恐，纷纷后退，不敢和林婉对视。林婉没有理会他们，快步拉开铁门的锁后，把受惊的爷爷护在身后，轻声安抚他别怕。可就在这时，避难处的入口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，他们已经冲破了通道防线，冲进了避难处。林婉没有丝毫停留，立刻拉着爷爷转身再次钻进通风管道，顺着管道一路向外攀爬。祖孙二人最终从山脚下的通风口出口爬了出来，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就赫然发现山下的空地上正停着之前追杀他们的搜救队越野车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带着爷爷从山洞通风口逃出，刚松口气，就赫然发现山下空地上正停着之前一路追杀他们的搜救队越野车。林婉瞬间拉着爷爷躲到旁边的巨石后，屏住呼吸，警惕地观察着山下的动静，全身紧绷进入戒备状态。他数了数，山下一共有3辆越野车，10几个手持装备的搜救队员正在原地休整，显然是在搜寻他的踪迹。更让他心头一沉的是，之前被他甩开的白柔竟然也在队伍里，正对着搜救队队长说着什么，脸上满是谄媚。林婉瞬间明白，白柔早就和搜救队勾结在了一起，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对他空间异能的围猎。爷爷紧紧攥着他的手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林婉立刻回握，轻声安抚他别出声，自己已经想好脱身的办法。他快速扫视四周，发现旁边的山林小路能绕到山的另一侧，避开山下的搜救队，前往之前规划的安全区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，2个巡逻的搜救队员正朝着他们藏身的巨石走过来，脚步越来越近。林婉立刻捂住爷爷的嘴，屏住呼吸，催动空间异能，身体紧紧贴紧巨石，最大限度隐藏身形。2个巡逻队员走到巨石平台下，四处张望了几秒，没有发现异常，便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林婉松了口气，立刻拉着爷爷借着树木的掩护，脚步极轻地朝着山林小路快速移动。可就在他们即将进入小路的时候，白柔突然回头，一眼就看到了移动的身影，立刻抬手指向他们的方向。搜救队瞬间警觉，所有队员立刻调转方向，朝着林婉的位置围了过来。队长也抬手示意队伍加快脚步，前有搜救队围堵，后有山林里潜藏的变异丧尸。林然眼神一锐，握紧手里的棒球棍，催动空间异能，做好了突围的准备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带着爷爷陷入双面绝境，前有搜救队围堵，后有山林潜藏的变异丧尸。他握紧棒球棍，做好了突围的全部准备。搜救队队长带着人缓缓围上来，喊话让林婉主动交出空间异能的秘密。白柔则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不断催促队长动手。林婉神色不变，目光快速扫过四周，很快锁定了右侧山林的一处缺口，那是唯一能甩开追兵的路线。爷爷紧紧攥着他的手，浑身微微发颤。林婉立刻回握，轻声安抚他别慌，跟着自己走就好。队长见林婉不肯妥协，立刻挥手示意队员缩小包围圈，所有人都朝着林婉的方向步步逼近。林婉没有丝毫慌乱，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将空间里的杂物尽数抛出，瞬间挡住了队员们的视线。趁着混乱，他拉着爷爷，脚步飞快地朝着右侧山林的缺口冲去。白柔大喊着上前阻拦，却被脚下的树枝绊倒在地。队长反应过来，立刻带着人紧随其后追赶。林婉借着山林的地形掩护，不断用空间里的石块和树干设置路障。祖孙二人一路狂奔，很快甩开了大部分追兵，只有队长带着2个身手矫健的队员依旧紧追不舍。林婉故意放慢脚步，引诱着3人进入了一处狭窄山谷，这里是他提前看好的绝佳防守位置。等3人进入山谷，林婉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
推动两侧山坡的碎石滚动，彻底堵死了山谷的前后通道。队长被困在山谷里，气急败坏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婉带着爷爷走远，彻底消失在山林深处。祖孙二人一路朝着官方安全区的方向前行，走了大半天，终于抵达了安全区的外围。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受惊僵住。安全区的大门敞开，里面一片死寂，空无一人，地上散落着大量废弃的物资，一场远超想象的危机已然在这里发生。上一集结尾，林婉和爷爷被困广播室，追兵即将破门，铺天盖地的丧尸嘶吼声传来，变异丧尸群将整个安全区团团围住。门外的搜救队瞬间慌了神，再也顾不上搜查林婉，转身就朝着大门的方向逃窜。白柔尖叫着跟在队伍后面，狼狈不堪。林婉立刻拉着爷爷从储物间出来，借着混乱的掩护，快速朝着安全区西侧的高墙逃生通道跑去。慌不择路的白柔一眼看到了他们，竟又想故技重施，大喊着引丧尸围堵林婉，结果自己却被闻声而来的丧尸拦住了去路。搜救队队长见状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白柔，带着仅剩的手下冲向逃生通道，想抢在林婉前面逃出去。林婉眼神一冷，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将通道两侧的铁网尽数落下，把队长一行人困在了原地，彻底解决了这个一路追杀他们的祸患。他没有丝毫停留，拉着爷爷冲上高墙，用空间里的绳索顺利滑下高墙，彻底甩开了身后的丧尸和追兵。祖孙二人按照广播里的官方通知，一路朝着内陆的大型安全基地前行，踏上了最终的安稳之路。路上，林婉靠着重生的经验和无限空间的物资，避开了所有危险，把爷爷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再也没有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走了半个月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内陆的官方安全基地。高耸的城墙，严密的防御，有序的秩序，和之前的废墟截然不同。林婉带着爷爷顺利通过检查，进入了安全基地。看着眼前安稳的景象，爷爷紧紧攥着他的手，红了眼眶。林婉用空间里的物资，在基地换了一处带小院的房子，终于给了爷爷一个安稳的家，再也不用颠沛流离。前世的所有遗憾，在这一刻尽数圆满。他护住了自己最爱的爷爷，也在末世里为自己和家人挣出了一条生路。末世的危机还未完全散去，但林婉再也不会畏惧，他会用自己的能力，永远守护好爷爷，在这乱世里好好活下去。全剧终。